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节的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关心还是中东的最新的情势。到目前为止，美伊的战火已经进到了第5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伊朗方面的一些反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进度。最新的这是一个卫星图美国的卫星照已经证实了卡达的这个所谓的铺路爪，就是长城的预警系统，还有2套萨德系统已经被炸毁，而且造成美军的损失非常非常多，是630亿元。而铺路爪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长程预警的雷达。这个铺路爪被毁坏之后，可能会影响美国中东飞弹的预警时间。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则是呢，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国防大楼，在这里造成了美国跟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的双眼失明。为什么？主要是这里有7套先进的雷达系统被伊朗成功所摧毁。那美国跟以色列在这里就可以说是用双眼失明来进行相关的形容。而另一方面呢，伊朗的这个威胁的情势也往上提升，说要攻打以色列的核设施，我们就后续来进行相关的观察。而另一方面，再来看到伊朗则是首次公布了他们的哈迪德110的高速的无人机，可以看到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的先进，它的时速是500公里，是目前伊朗速度最快的自杀型的无人的攻击机，非常非常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的先进。而另一方面，我们来观察在伊朗方面自己本身的防御战术的作为，这是以色列他们公布了一个空袭的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则是宣称他击杀了多名的伊朗步兵，并摧毁了一架米17的直升机。不过后来网友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架直升机被炸之后，竟然完全动都不动外界都猜想这可能根本不是真的直升机，甚至连模型都不是，而是直接画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米17，就有一个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而且发挥了实际的一个效果。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伊朗这边也针对亚马逊的3座资料中心来进行相关的攻击的方式是用无人机。那按照伊朗的方面的说法是说，为什么要攻击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资料中心？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军事还有情报活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用无人机来进行攻击。而另一方面，我们回到了这个川普的这个角色上面，他则是用这个捡到枪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个美国国会获得了一个小部分的一个胜利最主要是因为美国参议院他放行了川普来继续来打伊朗因为按照国会的一个表决，反对是53，赞成是47，这个国会想要把这个战争权给收回来，结果这个反对的是比较多，赞成的是比较少，所以这个获得法律上的一些授权。而另一方面，针对美军跟以色列在这一次整个打伊朗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打几分他是说，如果有人问他10分是满分，你会打几分？他是说不止10分可能是15分，非常非常的推崇，非常非常的称赞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是讲了一个阴谋，他所提到的是说，2024年有出现一个暗杀这个川普的一个秘密的一个部队的首脑，在这一次的空袭中已经上升，而且他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用字他是说，这个企图暗杀川普总统的这个人呢，这个人最后呢是已经死在空袭当中，而川普呢他是笑到了最后，他用这样的形容。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些报道是说，是不是 CIA 被指控来鼓动这个库德族来武装起义？不过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伊朗外长呢立刻跟库德族这边当地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通话，按照他们的一个通话的一个内容呢，他是说双方是同意要致力合作，来防止所谓第三势力利用局势来破坏区域的稳定。可以看到是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方面，在这次整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样子一个战争，还有美国之间的这个战争，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不断的有一些放话，包括了记者会的一些讯息上的一些提供。他是说，预计在几天之内呢，美军会用精准炸弹，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攻击，而且这些武器、这些精准炸弹可以说是无穷无尽，表示说它的这个武器是非常非常的多。不过到底事实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察指标因为根据路透
后的报道，美国政府呢预计要在这个周五的时候，要在白宫会见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他们的高层，希望能够加速讨论武器的生产计划。一方面说无穷无尽，一方面是希望军火商能够加速武器的一些生产哦，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可以做自行的一些判断。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川普这场仗持续的在打，包括了这个赫格塞斯也不断的做宣传，整个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因为要面临期中选举，那川普的幕僚是不是有进行想止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因为最主要，如果陷入中东战争，这个战争持续的延烧下去的话，川普的幕僚很担心，其中选举会出现一些失血的一些状况。另一方面，经济股市也会发生很不好的情形，包括股市动荡、油价飙涨，那会危及川普其中选举的选战主轴。而另一方面，这个以色列跟川普跟这个美国之间的一些关系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是不是传出了一些消息，是说美国跟伊朗在私底下讨论这个停战的相关的一个协议。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纳坦雅胡马上要白宫进行说明哦。不过呢，这个最新的一个回应是说，纳坦雅胡要求要进行相关的联系，要求白宫必须表态。那白宫则是保证没有在纳坦雅胡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来跟伊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停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我们请这个赖岳谦赖老师。目前的战况啊，这个所有的讯息啊，真真假假啊，坦白说是有点混乱。是，但是我们要去去好好的来去验证。目前来说，美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损失确实很严重，雷达系统也是损失蛮严重的啊。现有的资料统计出来的大概有7套左右，里面包括这个萨德系统，也包括长程的预警雷达，也就是跟我们的乐山雷达相款式的这种这个八爪雷达。是。所以才会传出说，很有可能美国要把这个原来设置在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要把它移走移到去支援。那一旦如果美国采取这个行动的话，就代表说赫格塞斯说他的武器装备很多怎么打都没有那个不会有打完的一天，这就是不是事实，吹牛这就是吹牛了我想因为你会动用到这个韩国的萨德系统，就代表你把东北亚的这个局势把它弄空了。因为当时美国硬要韩国装这个萨德系统，宁可得罪中国大陆，他也要把它装上去，而且也影响到中韩之间的关系，他都要装上去。这代表美国当时的战略重心有一部分是放在东北亚，但是现在要从东北亚都抽走，那直接移到中东地区来，这代表美国的这个萨德系统、美国的预警雷达还有防空系统，它已经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提到了他把这个军火商找到白宫来，可是问题就在于俄乌战争已经打3年多了，当初美国就一直要求军火商要从平时转战时，要求欧洲的军火商要从平时转战时，欧洲没做到。那你想，短短的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内，美国的军火商要从平时转战时有难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军火商它是私人的军工复合体，他会思考的就是你美国要下多少订单，我钱我要拿到，利益问题。对，我利益，因为我要重新部署我的这个生产线，流水线要部署，员工要训练要培养，而且我还要开设我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部分全部都要安排。还有我的稀土从哪边获得？我现在的稀土只要几个月而已，我今天用完了我就都没有了。那优先顺序要怎么排？这个不是我今天川普把这个白宫的把这个军工复合体的老板都找来以后，跟你谈完以后，他就马上能够买单，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整个流水线要布下来的时候要多少钱？你白宫是不是要先付钱？你的预算有没有？这个部分里面都是值得考验。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赫格塞斯的一个讲话只是安人心、安军心，但是跟实际上是不符合的。目前传出来是爱国者的导弹快用完了，中东的国家也焦虑了然后美军也焦虑了，因为美军在第一线的这一些中央司令部的，如果他的爱国者就低空的防卫都出问题的话，那他的基地就随时可能挨打。因此，他有可能要求印太司令部或者欧洲司令部把他的爱国者往这个中东地区、往中央司令部来移动。可是，一旦移动以后，那你在亚洲地区、你在印太的、你在
在欧洲的它本身就会露出空档，这个本身都是危险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伊朗事实上很明显的，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的第一波、第二波已经连续5天的攻击，没有把伊朗最先进的无人机摧毁，这个才是最严肃的事。也就是说，伊朗这次展现出来是最先进的无人机。您刚刚介绍了500公里的时速。那这种无人机它基本上是可以平飞的，也就是说无人机是人为操作的，它并不是道导弹，可以完全能够侦测得出它的轨迹，它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情形下，那因此打无人机，你基本上你所使用的这些导弹会比较先进，也就是我们讲的爱国者是最好用的。可是问题是你爱国者的数量跟无人机的数量不成比例，那这个对美军来讲都不是有利的情形。我个人觉得可能这场仗不是美国人当初想象中那么好打。是，好，我们请盛峰老师。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一段新闻呢，让我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段新闻讲说，这一次伊朗的回击显然是有高人的指点，因为他所创造的战法跟过去以往的战法不太一样。那什么不太一样呢？那我把它仔细看完之后，我第一个脑筋浮现出来的这个画面呢，是三国时代，不只是三国时代，中国历代的打仗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决定胜败的打法，就是断人粮道，就把你粮道一断了，把你的粮仓一烧了，后勤补给就没了，结束了，这人真的不用打，管你军队几十万有多强。OK， 那为什么这样说？你没有发现这一次整个伊朗的回击里面没有打机场，没有打机场，我们国家一定会打机场，打这个飞弹基地，他没有，他看得出来他的战术是这样子，就是用攻击用这种无人机，用这种非对称方式的一个攻击，消耗你现有的武器。第二个，官渡之战的故事来了，他这一次全部攻击在哪里？攻击在材料库上，攻击在这个指挥总部上，更重要的攻击在雷达。就把你的眼睛，把你的网络给拔掉，把你的指挥系统给干掉，然后把你的候补系统给干掉。那好，看你还都行啊，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啊？这一次的战略里面呢，这难怪会让金融时报给他写下这么一段话，就是高人指点新的战法。OK， 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再来看看呢，就是川普现在因为换了一个大计，这个大计就是斩首了哈梅尼，这是一个大计。你可以看，这个德国跟英国是先战的国家，但是在德国狂轰滥炸伦敦的时候，这个炸弹没有到白金汉宫。在美国跟日本是一个先战的国家，在东京大轰炸的时候，这个子弹没有进到皇宫。是为什么？这不单只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基本的互相尊重，这除非是内战，内战是只有你死跟我亡，因为你把它给炸了，你连谈都没有人可以谈。这就今天放出会有和谈的消息是假消息，因为没有人可以谈嘛，没有人决定嘛，没有人敢谈嘛。但同时我要来讲的是，为了要弥补这样一个道德上的错误所以现在呢，美国放出说没有，川普以前是被暗杀了几次没成功，是因伊朗的理由。好，那假如这是真的，依照美国的个性，早就讲出来了，因为讲人家暗杀我，川普没成功，所以我报复你去暗杀你，这个怎么会等把人家暗杀完了再说有曾经过去要来暗杀我？足以证明这个信息也是不为真的。那么最后呢，这来看到的另外一个目标，任何一个战争的启动都很容易。现在有一个问题了，那这场仗怎么结束？是理由看得出来，美国打这场仗的时候只有2个情况：一个终战的目标不明确，就是我要打到什么时候我就要喊停；一个是终战目标；第二个没有终战目标，认为反正我是为所欲为，要赢就赢。所以现在连白宫自己都发现了，这一场仗要怎么结束呢？真的不知道。
好，我们请严老师。我想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在美国国内参议院，我们看到这个King Virginia 这位参议员提案结果这个有关这个战争法的，那本来就是参议院就是53对47这个共和党都投出来也是一样，但是各跑了一票共和党跑了这个 Kentucky 的这个 Rand Paul， 他是一向是孤立主义的那民主党是宾州的参议员那个 Fetterman， 大概就这样子。那你这样子之后，下面马上众议院还要提一个案子，可是众议院的案子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众议员合起来提的，有跨党派，可是我觉得也很难过所以大概川普大概就会继续这个就觉得说我有国会来支持我做这样的行动。那我觉得美国这个又在动这个库德族的主意就是你今天你今天动了库德族主义，好，我假设了，就是20年前美国也玩过那个时候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拜登那个时候还是参议员他说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伊拉克一分为3逊尼派控制一部分，什叶派控制一部分，库德族控制一部分，库德族被骗过一次了那这一次要不要再搞？然后我还必须要提醒美国，你去搞伊拉克的库德族，然后现在要搞伊朗的库德族，库德族人最多是在土耳其，他们会吓死。就是土耳其会吓到说你在那边搞，他是不是要搞一个新的国家？土耳其是你北约的盟邦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去再做这个事情。可是美国人常常就是嘛，他要去培养另外一个势力就好像这个当年的阿富汗，他先去培养这个我们讲神学士，后来发现神学士反过来了宾拉登也是他培养的，后来发现也反，所以我觉得美国再去想这些其实是很不对的。那另外就是说，你说川普会不会担心期中选举？我觉得他现在麻烦的地方是你看好像说内塔尼亚胡他担心说川普会不会跟伊朗单独达成协议？事实上今天这个被扯进去，我觉得是被内塔尼亚胡扯进去的那然后下面有个问题就是，川普的目标跟以色列的目标不一样以色列希望真的是打得越久，然后把这个伊朗打烂为止。川普当然是希望见好就收，什么时候他觉得说打了最漂亮的时候，他就可以决定。可是我觉得还是做错了就像奥巴马在这个把这个阿富汗当年的这个宾拉登打枪毙击毙之后，其实他就可以结束，说我们达到目标了。但你今天如果说要真的想换这个什么叫 regime change 换政权的话，你今天把这个哈米尼打死了之后，你其实就是说可以宣布说我们赢了，那就没事了嘛。是，可是每一次都会误判，就是不知道该结束就结束，只有一个人例外，但是那个人后来就输掉了选举，叫老布希。老布希科威特打完以后，他不去追这个海珊结果被人家骂说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就他没有追击，其实是对的，但是呢，他就输掉选举，所以老百姓可能是喜欢看到血腥，看到打仗吧。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的一些相关的话题这个画面是在34岁的时候的川普，他有一段很早以前的影片被挖出来。那时候34岁的川普，他就说他想要打伊朗。那时候时空的背景正值就是伊朗的人质危机，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当时川普34岁，他受访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达美国应该要派兵进入伊朗来解决相关的一些危机，所以那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呢，就有人问他你要不要选总统？34岁的川普是说，作为政治呢，他觉得是一门充满恶意的生活。当时他不想选总统，不过呢，到现在他就是贵为美国的这个最高的元首。而另一方面，大家也会质疑是说，你川普攻打伊朗，到底是不是只是凭感觉，还是你真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依据呢？那按照白宫的说法，它是有一些事实因为有媒体再度质疑川普政府出兵伊朗的一些相关的理由。那李威特就说，他是有一些客观的、积极的一些事证来进行判断，是基于伊朗迫在眉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威胁，还有很多项的一些事实所做出来的纵横的一些研判。所以按照白宫的说法是说，打伊朗他们是有一些很客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威胁。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由美国的退役军人，他在出席一场听证会的时候，他高喊没有人愿意为以色列而战，没想到被暴力的拉了出去。我们看看这段画面。
out. No one wants to fight for Israel. His hand. Oh, his hand. Sir. Let go of your hand. Let go of the door. Let go of the door. The senator broke his hand. A sitting U.S. senator just broke the hand of a Marine.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出兵打伊朗，在国内有不同的一些意见跟反应，而且有一些激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冲突在国会里面。而另一方面呢，这一次的打击的一些行动，也让大家去检视美国在撤侨上面的一个工作有没有做得很好。目前呢，美国政府就被批评处处暴露出他无能的一些状况，要怎么去解救这些侨胞进行撤侨的一些相关的动作，就是说啊，你可以打电话，可是打电话过去是说有24小时运行的热线电话，只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呢，都是一些什么罐头讯息，没有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帮助所以对于撤侨也是处处显示出美国政府的无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他这场跟以色列的联手的行动，一直也希望把欧洲一起拉进来，不过好像没有得到很这个正面的一些回应。先来看这个西班牙因为川普一直威胁西班牙说，你的基地我就是要用因为现在这个西班牙不愿意提供基地让这个美国来使用，那川普非常的这个生气，然后也说我们随时可以使用他们的基地，我们可以直接就把飞机开进去使用它，没有人可以阻止美国政府的军队，相当的霸权主义。那李威特也说他们目前美军正在跟西班牙方面进行相关的一些协调，而且按照李威特的说法是说，西班牙已经同意了。只是这个说法马上被打脸，因为西班牙的外长是说，他从来没有同意要让美国使用西班牙的基地来对伊朗来发动攻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川普也威胁你西班牙不配合，我们就来中断跟你们之间的一些贸易。那西班牙的总理他非常的坚定他的立场，他就说西班牙的立场只有3个字：不要战争。No to war 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定。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德国防长也提出了一些主张。他说，如果只是靠武力和单边行动就能解决该地区的冲突，这个是天方夜谭，也表达出一个不同意的立场。我们来看看欧盟欧盟则是力挺西班牙，表示会充分保护成员国的利益，不会受到美国相关的一些威胁。再来看看这个荷姆兹海峡目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危机，因为已经被这个伊朗方面号称进行相关的封锁。目前荷姆兹海峡邮轮的通勤量已经骤减了90%。那川普就有提出了2个方法，一个就是这个护航另一方面就是要用满意的护航价格大家就想到你是不是又想要再做生意？他是说要用非常合理的价格，这个合理的价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要为该海峡所有的海上贸易，尤其是能源的部分，提供政治风险的相关的一些承担。那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就有提出来，是说可能要花费是数亿美元，甚至是数十亿美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理赔。这些钱从何而来？很可能就是让美国的纳税人来买单。另一方面，整个这场战争的一些影响呢，卡达方面已经宣布要关闭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线那目前如果就算你要恢复，也至少要1个月才能恢复相关的一些产能。这样子，虽然美国有这个油页岩，它有提供一些产量上的一些供应，可是因为中东的战事，还是造成非常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缺口。我们请赖老师。现在美国的社会是分裂的，政治也是分裂的我们看到民主党几乎是一致性的反对这一次的战争，共和党他是支持的，所以参议院才会有53对47的一个选票。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民众经过民调是60%以上是反对这个军事行动，这里面包括有部分的 MAGA 在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在共和党内的鹰派，最主要的他的金主背后的金主。很多是犹太人，他们是支持要对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可是如果随着这个军事行动的进展并不是那么的顺利，随着美军的伤亡越来越扩大，然后随着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受到更多的影响，例如说油价在涨，股市在跌，物价在涨，联准会不敢去降息的等等，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的情形下。军费的消耗量速度越来越快的等等的这些综合因素的情形下，当初
川普能够当选，是因为他跟他的支持者 MAGA 保证，要让美国伟大是不要去对外用兵，那也就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国内的生产制造业跟经济上面。那现在川普等于是这么快的就推翻了他自己对 MAGA 的承诺，而如果 MAGA 的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离开了川普，那么投下反对票的时候，川普最后要选择金主，还是要选择 MAGA？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川普他发觉他的政权基础会动摇，他搞不好最后会选择 MAGA 而不是金主。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能够起的作用就下降了。一旦起作用下降的时候，还能不能打下去？我觉得这个就要观察了。我们来看看，美国事实上已经开始，包括川普，您刚在第一节里面会提出说，为什么会有《纽约时报》蹦出这个新闻来，说第一时间伊朗就已经开始跟川普有接触了。为什么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要白宫给他一个交代？那这个代表已经秘密的会谈是不是已经进行了？分歧是不是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卢比奥的讲话跟川普的讲话已经不一致了。川普为什么要修正回来说，我们不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等等的？我们也看到内部的分歧跟混乱已经开始发生。那这些情况，在美国的盟国，坦白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川普完全没有资格要求他的盟国支持他这次对伊朗动手。原因很简单，川普上来了以后，羞辱他的盟国，贬低北约的功能，然后对于他的盟国课加关税，那等等的不断的羞辱、贬低盟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今天本身自己在国内违反国内法，在国际上违反国际法，在联合国的功能上，你违反联合国的一切的军事行动要由联合国的安理会所拍板定案。那你完全的违反情形下，今天西班牙跳出来反对了。西班牙跳出来反对的时候，MERS 刚好在美国跟川普在会谈，而川普当的 MERS， 也就是德国的总理的面去骂西班牙的时候，你 MERS 没有为西班牙来辩护，来去要求说你川普不能威胁我的盟国，这样的情形已经 MERS 在欧洲被质疑，说你的立场不明确。那我们也看到了。法国的总统第一时间已经跳出来了，支持西班牙。那也逼着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必须要跳出来。但是问题就在于冯德莱恩呢，执委会主席到目前为止闭嘴，这代表欧盟本身也内部分裂，也代表整个美国的盟国都分裂。我觉得川普内外基本上的夹击越来越重，随着军事状况越不利的话，说不定川普自己本身又再一次的踏沟哦。内外交迫，请世峰老师。是这个西班牙的反应啊，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次伊朗的回击里，把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这一些设有美国基地的国家、受美国保护的国家，这一次也顺便了，不是主要的攻击，然后呢，劈抓了盖落去啊，就是把它给教训了。这为什么会这个教训？就是警告说，我跟美国的打仗里面。大家都是兄弟，不要这样的介入。之外，又另外一个信息，又让西班牙等欧洲这些国家心生警惕。哈梅内伊被斩首了，不要忘记，在神权的社会里，他是真主在地上的代理人。就好像你要是对天主教徒，然后去斩首教宗啊，那个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个的情况下，你说目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神权社会里会引起什么样激烈的反应？很多人在猜测，恐攻会是未来整个的西方社会会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假若把这几个因素都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欧洲的这些国家，我为什么要介入到你这一次美国作为基地来让你攻击伊朗呢？你想一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我想到了川普的不负责任，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他的赫姆兹海峡封锁了，没关系，我派军舰护航，你可以过去。要护航的叫什么？叫油轮呢？油轮的特点是整艘船都是什么？都是炸弹呢。我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受到攻击，它跟其他的船不一样，
其他攻击呢就是损到游轮任何一个地方受攻击，是整条船怎么样子？整条船是爆炸的，是可怕的。你说谁愿意去护？这个护航是无用的。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我要提到你刚才主任特别提到的，就是当人民有难的时候，国家在哪里？中国大陆撤侨，各位都看到了，大小的了，船到、飞机到，远的地方用车子再把人载到，就让你安心的登上飞机回来。美国是告诉你，自己注意一点啊，不要跑到窗户边去。上次在北威的那次就这样子了嘛。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有飞机来撤侨，你上飞机，各位可能不知道是要付钱的，要付钱的。那时候我没有钱没有关系，是可以签账的。那回了美国之后，他是要钱的，你不要没有关系，你要换证，你要干什么？只要你有任何跟政府扯在一起的时候，交钱。人民有难，政府在哪里？我也想问问我们的政府啊。好，我们补充一个最新的讯息啊，因为刚刚根据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他表示有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在凌晨的时候，有一艘美国的邮轮在波斯湾北部被海军所发射的导弹所击中。目前呢，这个邮轮还在起火燃烧，所以整个包括中东的一个战事还是有最新的一些发展。我们请严老师。好，我先讲一下西班牙啊。西班牙在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就是911恐攻之后，那时候哇，整个北约国成员国大家都是同仇敌忾嘛，就协助都进入阿富汗，这没有问题。后来小布希要去打伊拉克的时候，西班牙也是挺的哦。那个时候德国跟法国不支持小布希，所以小布希的时候说没有关系，他说我这个是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啊，你们自己愿意来自愿来参加没有关系。西班牙2次都挺过你，那这次为什么没有？很简单，你那个时候是被攻击的啊。那第2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怀疑说海珊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他还挺你了。这一次是你主动去攻击人，按照这种 collective security 这个集体防御啊，你出去打人，然后你再被打，对不起，我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再去帮你。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美国今天在骂西班牙。我就觉得说，你枉费了人家上一次还挺你啊，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还挺过你哦。其实德国、法国都不挺你，这一次看起来法国也不会再怎么挺美国。就最后的结果一看，还是英国啦、加拿大、澳洲还是你们安格鲁萨克逊最可靠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变成是一个文明的冲突，就是你。伊朗不管你做什么，你就是波斯，你就是这个穆斯林，你就是跟我们不是同一个，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除掉你。那我觉得另外现在卡达的问题比较严重啊，我们台湾我不知道我们政府能够做出什么。我们30%的天然气是从卡达来的，卡达说要关了，那我不知道我们政府说我们已经有，我不晓得你们真的有吗？那你说可以从美国进来，也没有那么快吧？只有3月有3月以内有保证，对4月就没有了。所以其实很快就会过去哦。所以不要以为说万一他今天要恢复，你看他说至少1个月，那现在3月已经过了7天了哦，我觉得6、7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哦。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政策。那荷姆兹这个，如果你今天是川普，你有没有看那个荷姆兹的海峡的地图啊？你觉得你能够这样？它不是要经过通过，是你进去就没有的，你怎么护？你要先进去护吗？要进到波斯湾里头去护吗？然后你出来的时候要经过荷姆斯海峡，再到奥曼海湾海峡，我觉得不容易。他们的林肯已经撤退了。对了，但是你不是你要进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知道川普有的时候不看地图。上次在美国已经弄了一个笑话，那个台风他说在佛罗里达，他说威胁到阿拉巴马，哎呀，已经是很丢脸的了。我觉得他真的好好再去看一下地图吧。好，中东局势我们还是要关心，特别是中国的个角色。目前中国的角色，而且越来越积极了。目前可以看到，王毅就有说到，他表达了中国的态度是说，大陆方面、中国方面不愿意看到中国的中东的战火来蔓延扩大，他不接受无差别来使用武力的行为，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进行喊话。而除了喊话之外，也有积极的动作，包括他跟阿联的副总理、跟沙国的外交大臣都有通电，来表达了陆方很可能会
派一个这个熟悉中东问题的特使来这个地方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斡旋。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这个动作也非常的特别哦，他在 X 上面发文，他是有谈到美国跟以色列袭击伊朗有5大教训哦，这边也包括了这种致命的隐患啊，有昂贵的一些误判啊，还有一些冰冷的现实。最重要就是强调要依靠自己。那大陆方面要怎么依靠自己？一个很实际的一些作为，包括了中共军费今年就突破了人民币1.9兆元，它整个是增长了7%，编列了人民币是其实将近了快2兆元哦，非常非常的多，折合新台币是8兆多元，8兆多元。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两会哦，我们可以看到两会上也有一些比较引起注意的，就是中国方面李强他在进行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他罕见的提到了习近平和川普在去年的会面，他也称为川习会为中国经济合作注入了稳定的相关的一些因素。大家也知道，3月份很可能会进行后续，3月底要进行川习会，在这时候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见呢，还是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态度有展示。他是说，对外开展经贸斗争下的一些成果，必须要苦练内功来应付外部的一些挑战。对于川习会，他提出了一些期待，不过强调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按照南华早报的一些报道呢，过去中国政府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很少会提到美国，这次是非常非常的罕见。而另一方面呢，李强则是强调要坚决反对单边的霸凌主义。而另一方面，3月31号，川普到底要不要到大陆进行访问？目前大家持续的关注。在这个大陆的全国人大的发言人，他就有提到了一些相关的说法。他说，愿与美方来加强沟通，但有原则底线。所以，针对川习会，在大陆方面是表达了一些善意的态度，不过有自己的一些底线，透过不同的一个系统来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川普除了在中东上的一些战争之外，在这个关税上面还要面对相关的一些挑战。川普的15%关税，就是这个122条款的关税呢，很快在本周要进行启动。美国财长就是说，5个月内会回到这个原始的一个税率，因为这个是比较临时性的一些关税哦。按照贝森特的说法呢，要在5个月内恢复到原本的水平。那美国政府会运用其他的法律权限，让之前施行的这个税务体系能够起死回生。所以对等关税，按照这个美国政府的想法还是念之在之。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还要面对的就是对等关税被裁判违法之后，要吐回这个高达5.5兆的一个退税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金额。目前退税的诉讼已经超过了900件，那相关的金额大概是5.5兆元，而且你这个钱呢不还，还有利息要加计哦，每拖1个月就要多付7亿美金。因此可以看到，整个川普政府目前腹背受敌，包括了中东战火外溢，很可能会造成这个关税退税的一个开战。川普深陷2个战场，美国经济的增长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同时包括通膨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加大。我们请赖老师。我们看到大陆对于这一次中东的战局啊，他派遣了这个中东的特使啊，中东的特使能够在中东这个地方穿梭啊，不管是到伊朗当事方或者是相关方，不管是沙特、沙地阿拉伯或者阿联酋、卡达等，在这个地方穿梭，其实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中国大陆已经能够参与中东的事务了。这个在10年前你是很难想象的。10年前，中国大陆如何能够在中东地区能够这么的活跃？一个特使去的时候，你各国的外交部长或者是他们都要接待的，要跟你谈我现在的情况、我的态度、我的看法，听听中国的看法，跟中国提出来的解决方案，还有中国的态度。这代表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有发言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我们还想起4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有派特使去了。那虽然最后这个战争没有因为中国的特使而成功的斡旋，但是这代表中国大陆已经能够参与俄乌的问题，也就是说，俄国必须要听中国的意见，乌克兰也要听中国意见，相关的方包括欧盟、包括美国等都要去参考中国的意见。虽然最后不见得会采纳你的意见，
但是这代表你已经有发言权了，是你已经有参与的空间。我觉得大陆的这个整个在地球间的世界上的地缘政治的进展速度很快，影响力也很大，而且穿透性越来越强。以这次来说，我们看到王毅在跟各方讲话的时候，其实他都释放出一个讯息，也就是说，中国更希望的是能够和平的解决问题，更希望的是地区能够稳定。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战争，包括中东的参与方或是当事方。伊朗不希望发生战争，其实沙烏地阿拉伯也没有希望啊。虽然有人传出说啊，沙烏地阿拉伯希望美国人去打他，可是他希望是你第一时间就能够把这个伊朗的政权推翻，或者把他核设施打掉。可是你一旦打不到了后，你就不要再打了，因为再打下去我们都倒霉了，我们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中国大陆主张用外交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声音。这个话语权会越来越站在战略的制高点，而主张用武力的方法，动不动就要用拳头来打的，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那这一次，两会期间里面，我觉得政府的就是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很罕见的。我们看到您刚提到的军费的问题，事实上今年很明显的他们萎缩了。去年他们2025年7%，今年预估可能5%点多，那代表什么？而且他们已经很明白的说，今年的这个成长率预估是4.5到5，这个很保守的哦。过去都是5的百分比，今年为什么会说？那就代表他们的15计划的开局这一年，他们要把更多的钱用在研发上面，所以他们他们要保证研究发展的经费要超过7%以上。这代表中国大陆在第一年的时候是卯足全力在研发，在要突破很多的技术的攻关。那也就是说，大陆还是继续在往前迈进，美国却在消耗钱去打仗。这个两个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如果美国还这么样的好战，这个钱战争打完就没有了。你不会因为你打完以后你更富有。好，那我看来美国现在的财政部啊。贝森特他现在是焦头烂额，讲的都是大话了。为什么说讲大话？你是管家的哦，你是管账的，你是最大的账房。账房大家现在跟你讨钱了，因为联邦法院已经判决出来了，所以美国的进口商还有零售商当初缴付关税的人都有权利给你要回来。你如果没有要回来，连本带利都要回来。还有不要忘了，很多的出口商当初我吸收了4%、5%，那他会跟这个进口商说：“哎，当初你要我贴的，你现在也要还给我。”所以这一本账有得算的。还有问题就在于消费者怎么把钱讨回来。消费者是最大的苦主啊。他如果没有留单据，他怎么把钱讨回来？好，除了这个以外，这个贝森特又讲大话。为什么他讲5个月？因为观众朋友，您知道这个122条款的有效期间就5个月，5个月以后呢？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这个川普的迷恋关税啊，关税已经反噬到他自己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李胜凤老师。我们综合上一节大家讨论的来看，我们应该可以有几个结论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整个呈现出来的是美乱嘛，中稳，就是美国是大乱，中国是稳定。中国现在莫名其妙的被美国塑造推动成为世界稳定的定海神针呢？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所有被美国打击的，那么唯一最好的避风港就是中国，是吧？然后呢，这40年来5大强国里面，唯一没有陷入战争危机的，就是中国。所以，当这5大强国，尤其美国，把所有的国力消耗在没有生产，这生产力很低，只有部分的军工产业的消耗战的战争啊，而中国却这40年呢，累积了成了很大的实力出来。这个实力展现的是什么？就是当世界最动荡的时候，它是全世界的工厂，它可以提供所有的地方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资。那么呢，它也是一个最大发展中的市场，让所有的国家里，即使在动荡过程之后，要寻求发展投资，大概有一个最好的场所。
所以这是一个被美国制造出来的。中国本来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在美国的帮助下、助攻下，尤其在川普的助攻下，这个达成了，真的是叫川建国啊，杰辉浪得虚名啊。那第二个呢，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大陆已经斡旋于整个的国际了，就是刚才赖教授所讲的，在这个国际里面，我们已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跟发言权了。那反观台湾很好玩，中国大陆靠国力斡旋于世界啊，台湾呢到今天为止，在这个呢美伊战争上靠侧翼在吹牛。我操！你现在只要上网去看，你会疯掉，什么奇言怪论都有。那美国敢轰炸这个伊朗了，所以支持美国轰炸北京。川普说：“我笑，你个比我还笑。”我这是疯狂一级啊！你是已经完全失控的一级啊！那再过来呢？因为2场的俄乌战争跟这个呢美伊战争，提供了中国大陆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上，除了经济一个机会之外，经济发展不断的修正体系作战的能量。是这个大概都是想花时间，或者想花什么得不到，而世界上莫名其妙走上一个战争啊，反而让他学习到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我们来请严老师。我想刚才这个主持人在最后讲到说啊，这个川普面临伊朗战争，又面临到这个关税退税2个挑战。事实上，这2个都和他的其中选举会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看了这个昨天还是前天，就美国时间了啊，就是美国在德州，在这个北卡这些有初选。那比较让人家注意到的是，德州的初选看起来共和党是一个分裂的啊，现任者跟一个挑战者都没有过50%，所以要有一个第2轮的。那民主党这边现在已经出现了，而且是感觉上是一个可以吸收各种选票，所以我一开头一直认为说民主党要拿回参议院没有机会。可是如果今天共和党持续川普这样犯错啊，包括你关税大家都要你退，你说会？赖老师刚刚提到说，哇，怎么退啊？现在买东西很少说是现金的，都有单据的，绝对找得到、追得到的啊。那我已经在这个节目讲过，我飞机票他们炒作价格，他后来发现要退都会通知到我们，这是30年前的事，都找得到。现在你说会找不到吗？绝对找得到。我觉得老百姓开始慢慢口耳相传，我这边被退了，这边被退了，大家都会要求，压力会很大。你这些国会议员没有帮我们去争取，没有帮我们很快能够找到，你也不必选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议题。然后伊朗我们想最近大家看到一个议题，就是说他好像打得很开心，大家就说那你的小儿子 Barry 要不要上去打一打 Barron 啊？